喝了20多年的啤酒，今天才刚知道，用手指就能够打开瓶盖的方法，一看就能够学会，特别的简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夏天配啤酒，解暑又醒脑。不管是夜宵上面，还是劳累了一天的饭桌上，啤酒是必不可少的。尤其是冰镇过的啤酒，更是给我们炎热的夏天带来了凉爽。你知道啤酒该怎么开吗？今天分享几招小妙招，一学就会的方法。第一招就是 A4 纸的开瓶法。准备一张医疗用的纸，我们折一下，大约折3到4次，折成正方形，折点的那个角为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点折起来，最后像这个样子很坚硬就好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对着我们的瓶盖去齿边，像这个方法，用同样的杠杆原理方式把瓶盖给撬开。这个方法也是比较简单快捷的，大约是2-3秒的时间就能够把我们的瓶盖打开。真的方法比较奇妙吧？一张 A4 纸就能够打开我们的瓶盖，真的是很不错的方法哟。朋友们可以学一下试一试。2. 热胀冷缩的原理。如果没有任何的起瓶器，我们可以用打火机，也是个好办法。这个原理就是热胀冷缩。看一下我是怎么操作的。用打火机在啤酒的边缘盖上面我们烧上一圈，然后用指甲盖顶住我们的瓶盖，轻轻的一弹，像这个时候奇迹就会出现，瓶盖弹出来，但是要注意了，速度要快一点，用卫生纸包裹着，不要烫到自己的手。拿毛巾盖在瓶盖上，轻轻的简单的一拧，是因为瓶盖里的橡胶圈预热之后能够热胀冷缩的效果。生活都需要技巧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多事情看似没有方法解决，只要你足够有细心，就能够掌握这些知识的，做起来得心应手。3. 用手拧开瓶盖的方法。这个掌握好了，随时随地都能够喝我们的啤酒，不需要靠任何人来去拧个瓶盖。多年来，人们在拧开瓶盖的时候都习惯性的使用工具，如瓶盖或者是酒瓶器开启。随着生活的方式改变还有普及，我们可以试试这种方法，快捷简单的方法。对准我们的瓶盖角度，在边缘的边缘瓶盖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微小的 O 线，这是我们需要用手拧开的关键。将瓶盖倾斜一下，确保这个 O 凸线处于上方，那么瓶盖的另一侧是处于瓶子的下方的。接着我们的握紧瓶身，用一只手握住瓶子的瓶身，保证我们的瓶盖不会滑动，另一只手握住我们的瓶线的位置，轻轻的夹住就好。像这个样子，我们使劲的旋转一圈，方法能够以逆时针的方法旋转就好，保持稳定的力度，让瓶盖逐渐的松动一些。接着继续去旋转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了，瓶盖逐渐的变松，也能够轻松的拧开瓶盖。您能够尝试那瓶打开的葡萄酒或者是啤酒，对不对？很美味的。4. 筷子法。利用筷子，我们可以撬开啤酒盖。相信很多朋友们经常看到这个操作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的把瓶盖给打开，当我们自己动手的时候，手都盖红了，也打不开，对不对？其实利用瓶盖的开瓶器有一定的技巧。先把一双筷子对齐，将筷子的木头大的地方呢，像这个地方，接着用一只手按住瓶口，大拇指牢牢的抵到下面，再抓住筷子的一个下部的部分，这个样子筷子能够迅速的向上撬开。这个方法就是杠杆的原理，大拇指相当于是一个支点的，不需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就能够把瓶盖打开。除了利用筷子之外，像吃饭时使用的不锈钢勺子，同样也能够把我们的瓶盖打开的。这个方法都是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法。
以上这几个小技巧打开瓶盖，朋友们喜欢哪一个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试一试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帮我点个小关注，点个爱心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中国人常说无酒不成宴席，有佳肴无美酒，说出去不像话的。而酒的种类有比较多的，红酒、白酒、啤酒，不同的场合喝不同的酒，所代表的意义也不是不同的。比方说结婚，比方说人家过生日，吃西餐，吃螃蟹，跟朋友们聚酒吧。很多年轻人都爱喝啤酒，喜欢啤酒的人都知道，啤酒有瓶装的，有罐装的，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瓶装和啤酒、罐装啤酒有什么区别。今天再给大家聊一聊它们的区别在于哪里吧。一、口感不同的，同一个品种的啤酒，罐装啤酒、瓶装啤酒的口感不同，因为罐装啤酒、瓶装啤酒的包装材质是不同的。瓶装啤酒使用玻璃瓶包装，能够更好地保持啤酒的新鲜口感，而罐装啤酒使用的铝制易拉罐包装的，容易受到了外界的因素影响，也会影响到啤酒的口感。所以我们在买啤酒的时候，如果是讲究的口感，建议买瓶装的啤酒。对口感不在意的话，可以选择罐装的啤酒。二、保质期的不同，罐装啤酒、瓶装啤酒的保质期有所不同的。通常而言，罐装啤酒的保质期要比瓶装的啤酒时间长，因为罐装啤酒的密封性更好，可以更好地保持我们啤酒的不变质。瓶装的啤酒保质期相对比较短，因为瓶装啤酒的密封性相对较差的，容易受到外界的因素影响，如氧气、光照，从而加速了啤酒的变质。三、避光性的不同，罐装啤酒、瓶装啤酒的遮光性也有不同。罐装啤酒的遮光性比较好，可以很好的防止啤酒受到光影的照射。瓶装啤酒的遮光性比较差，容易受到光亮的影响，反而会导致了啤酒的保质期的存短。你想要长时间的保存，建议选择罐装的啤酒。那么我们买啤酒需要看以下的3个点，选择好了就能够选择非常好的啤酒。第一点，配料表。啤酒的好坏主要是酿造的啤酒的原料不同。优质的啤酒原料有大小麦芽、啤酒花、酵母、酿造用水，成本比较高。一些厂家加入了淀粉类的原料，比方说大米、玉米代替了麦芽，用糖浆、酒花膏代替了啤酒花，配料里出现了大米、玉米糖浆的成分。无论是什么牌子的，不管是什么价格，都不是好的啤酒，要我们看清楚。第二就是原麦汁的浓度，原麦汁浓度是由于原材料决定，大小麦芽的含量高，而原麦汁的浓度高。按照原麦汁的高低，啤酒分为是3种。低浓度啤酒，原麦汁浓度在大约是 2.5% 到 9% 之间的。中浓度的啤酒，原麦汁浓度在 11% 到 14% 之间的。高浓度的啤酒，原麦汁浓度在 14% 到 20% 之间的。我国产量比较大的就是中浓度的啤酒，受很多朋友们的喜欢，所以挑选啤酒原麦汁浓度好，最好选择在 11P 以上，低于这个数值的啤酒都是水啤，喝起来没有味道的。第3点就是酒精度，啤酒也是一种酒，对不对？含有酒精，而酒精度和啤酒有关系。有些人喝起来像喝水一样不好喝，说明酒精浓度比较低。低浓度的啤酒酒精在 0.8% 或者是 25% 左右，所以呢它们的浓度不高的，喝起来不好喝。这样的啤酒口感低于 4% 的喝起来就没有味道。虽然说喝啤酒对身体没有好处，但是呢我们要偶尔喝一次，解一下身上的乏还是不错的。喝多了啤酒也是对身体不好的，
每个星期喝1-2次即可。今天分享的打开啤酒盖的方法，朋友们都学会了没有？这几个方法都是比较简单的，而且实用的，对不对？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哦。如果你有其他的打开瓶盖的小技巧、小方法，欢迎下方留言评论，一起讨论。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